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噩梦破坏者》。本期的流程紧接着上一期，有小伙伴可能会问说：“大叔啊，上一期你打完了前3关，那现在是不是第4关呢？”不是的，第3关实际上还没有结束。虽然咱们已经领了击败 BOSS 之后的奖励，甚至分数都结算完成了，但是第3关并没有结束。不仅如此，后面还有一场小 BOSS 战，需要打的是哥布林的飞行骑士。很多小伙伴可能没看懂这个关卡的设置，其实我也没懂。我在练习第4关的时候还发现第4关没有 BOSS 战，所以这款游戏我感觉在流程上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作品。原本的关卡设计应该不止5关，首关 BOSS 的话也不只是3、4个。实际上这款游戏还出了重置的版本。昨天我给大家介绍游戏的时候，我说这是超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噩梦破坏者》，很多小伙伴呢就根据这个名字去找，没有找到。这里我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这个卡带的话，很多国内的怀旧游戏玩家管它叫噩梦毁灭者。噩梦破坏者是我自己的翻译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更接近游戏剧情的原意。因为主人公2只小妖精弗林还有弗洛伊德是为了击败食梦恶魔，把小朋友的噩梦变成美梦。不过这款游戏出重置的时候，国内的主流的游戏媒体报道的时候名字都叫做恶魔毁灭者。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和游戏的本意相差的比较远了。大家知道是哪一款游戏就行了，但是为了让很多想要尝试一下的小伙伴比较好搜索这款游戏的资源，我在游戏视频的开头2到3秒钟的时间放上了游戏的英文名字，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歧义和争议了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前一阵子我在介绍几个街机游戏的时候，也是放了街机游戏的英文的名字，就导致有杠精上来说，放街机游戏的英文名字是崇洋媚外，简直了呀！你永远可以相信杠精的脑洞，在出人意料的位置就可以和你抬起来。好，咱们回到游戏。第4关虽然没有 BOSS， 但它却是整个游戏流程当中最难的一关。因为机关非常的多，大家注意这里的尖刺是秒杀的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弗林就变成了洛克人啊，气球人。第4关给的奖励是非常好的，包括各种的魔法，还有恢复冲刺的道具。冲刺我现在是5个了，刚才在斜坡的位置用了1个。平时的话我使用的比较少，因为它的蓄力时间真的是太长了，这款游戏的节奏又比较快。这里的4个石雕像会吐出火球，这个雕像我感觉似曾相识啊，好像是在什么动
动漫作品或者是游戏里边见过，但是又说不上来。好像魂斗罗、铁血兵团，还有最强精神里边有一个 BOSS 和它很像，就是把太空船的门扒开的那个 BOSS， 一个很大的机器人。但是相像的应该不只是这一款游戏，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是留言里边帮我补充一下。本关的场景应该是 BOSS 的城堡，但是在城堡里边并没有找到最终 BOSS， 最终 BOSS 是坐着飞船逃跑了。这样的话，咱们抓住飞船的缆绳追上去。这个桥段在很多的电影或者动漫作品里面都出现过，包括游戏。大家想一下，小的时候玩的红白机平台的双截龙2代，直升机那一关，就是对面的直升机起飞了，然后咱们跳上去，爬上去。第4关虽然没有 BOSS， 但是第5关有 BOSS rush 的环节。咱们要把之前打的大 BOSS 再重新撸一遍。这里是第一个哥布林王，这个家伙的攻击方式实在是太单调了。我的魔法留着打后面的 BOSS， 狼人，还有披肩恶魔，以及最终 BOSS。昨天我给大家介绍游戏的时候提到了，这款游戏的价格是70到85美刀，70应该是数字版，85估计就是卡带的价格。很多小伙伴说这也太贵了吧。现在发售的远古机种的游戏就是这样，尤其是卡带。因为发行的量比较少，所以成本是很高的。这个狼人我要多放几个魔法了。他最讨厌的招式就是冲刺，而且移动速度也非常快。虽然中间有一个平台可以给咱们进行闪躲腾挪，但是狼人会马上追上来。再来一个魔法差不多了。放完魔法之后，咱们还会有短暂的无敌，这样可以进行补刀。蓝色的球是冲刺，后面我应该是用不到了。一个龙卷风的魔法，三种魔法分别是爆炎、龙卷风还有刀刃。我感觉最烂的就是爆炎了，因为很多情况它是打不到最终 BOSS。这是最终 BOSS 坐下3人众里边最菜的。血量少了会进入2形态，2形态的攻击方式还稍有威胁，但是我这里是有魔法的呀。
拼了2个把它拼下来了。如果走位的话，需要打得更久。反正我玩游戏的时候就喜欢和 BOSS 拼命。如果正面硬拼，能把 BOSS 拼下来是非常爽快的，尤其是拼血。攻略的时长比较短，场面也火爆，而且攻略完成之后还会给你进行回复。前方就是最终 BOSS 战了。石梦暴君的本体其实非常小，因为他现在是乘坐着这个魔法的座椅，所以对他本体进行了加强。不过这玩意儿说是魔法座椅，我看起来更像是魔法的马桶啊。BOSS 所有的攻击方式里边，这种小火球是比较有威胁的。另外，它还可以放魔法，这样我的魔法也要留几个。大家看它的血条，整整的2排。因为之前 BOSS 的血条都不满1排，所以我感觉这款游戏应该是中间还有 BOSS， 尤其是第4关的部分。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吧，关卡的流程方面感觉是有缺损的。毕竟是一款跳票了18年的游戏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玩一下这款游戏的重置版。BOSS 还有2根血，放一个刀刃。把他的魔法座椅拆了，这样他的本体就现身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超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噩梦破坏者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